早上江爷爷来到房间查看宝家昨晚睡得怎么样。此时宝家都还没起，爱宝和瑞宝、辉宝这里的画风还算正常，只是睡得到处都是。爱宝和瑞宝睡一个房间，辉宝这里现在一直都是自己睡一个房间，而乐宝这里就有些搞笑了，这嘴里塞满竹子的样子，这昨晚一看就是吃着一半然后睡着了。一会儿爱宝忙着喂奶，江爷爷忙着给爱宝按摩。起床任务完成后，江爷爷带着宝家出门营业。姐妹俩一出门就开始钻雪洞，姐妹俩都想钻进去，于是姐妹俩挤在了一个雪洞里。先钻进去的瑞宝吃了大亏，辉宝会进去后一边挤姐姐的同时还要踩姐姐，不过辉宝硬是给自己钻了进去，不过代价是瑞宝被挤了出去。姐妹俩争抢完雪洞，又开始争抢小亮台，这个辉宝就有点无能为力了。瑞宝一番探索，很快就找到了上述的方法，而辉宝这里只能干着急，着急的只能用小爪子扒拉小树。而瑞宝这次也不怕辉宝抢了，甚至躺着等待着辉宝上来。而爷爷对辉宝讲，瑞宝就是因为吃了窝头才爬上去的，如果辉宝吃窝头的话，也能和姐姐一样爬上去。辉宝表示够了，爷爷不要再讲了，窝头自己是不可能吃的。辉宝虽然不吃窝头，但谁让辉宝有爷爷呢？江爷爷第二天就将阻挡辉宝爬树的雪全部给铲了，这下辉宝可以轻松爬上去了。江爷爷这是又跟辉宝换位思考了。江爷爷常讲，读懂对方的感受，再去为其服务，这样才能真正明白对方所需要的是什么。爷爷的爱就是这样的简单直接。江爷爷今天来到园区，看到福宝没有吃什么东西，似乎是没有什么胃口。江爷爷感觉应该是竹子的问题。此时江爷爷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江爷爷离开园区，一路小跑。江爷爷来到了爱宝乐园的竹林前，这片竹田当时种植的目的就是为福宝一家用来提供紧急食物的，而现在基本上是用来为福宝和乐宝挑食做准备的，以及爱宝坐月子时总是没有胃口，爷爷便也会来到这片竹田，为其准备一些新嫩的竹子。江爷爷在竹田里一阵忙碌，收获了满满一大捧的竹子。江爷爷扛着竹子越过人群，来到了仓库，因为这些竹子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比较久了，上面有些许灰尘。江爷爷将上面的灰尘进行了清洗，清洗完后，江爷爷便扛着竹子准备给福宝送去。但在此之前，爷爷打算先让福宝回家来休息一下。而福宝此时又在门口和爷爷玩欲擒故纵了，表示爷爷没有小零食，自己是不会回去的。爷爷只好妥协。爷爷将福宝哄回来了后，自己去到室内园区为福宝放置刚才清洗好的竹子。而此时福宝就在门口等着，哪也不去。爷爷走之前还跟游客们开玩笑道，福宝马上就出来，如果福宝不出来，自己就替福宝出来。爷爷离开后，福宝从通道门口走了出来。这次福宝出来后，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，接着福宝拿过爷爷准备的竹子，开心的吃了起来，说明爷爷刚才采摘的竹子深得福宝胃口。忙碌完福宝后，爷爷坐在了爱宝和瑞宝、辉宝的监控器前，拿出自己的小日记本，开始记录爱宝以及瑞宝、辉宝今天的状态。这个日记本是江爷爷的第41本，从福宝出生到现在，江爷爷一直都保持着这个习惯，里面记录着他们的日常以及对他们未来健康长大的期望。现在的辉宝又被妈妈强行宠腻了。早上姨姨早起赶了班公交，来到爱宝乐园时是10点半，此时爱宝乐园还没开门，不过没一会儿，时间到了，爱宝乐园开始检票。姨姨进园区后，便以自己最快的时速跑向熊猫馆，在姨姨的努力下，成功赶上了第一波观看的队伍。此时瑞宝正趴在妹妹的屁股后面咬妹妹的尾巴，像是在说快点爬，不玩就下去。辉宝听到了姐姐的催促，用力的向前折腾了2步，这时刚好碰上了迎面走来的爱宝。爱宝见姐妹俩玩得正开心，没有去扫姐妹俩的兴，而是主动从独木桥上下来。爱宝走到小亭子旁闻了闻，然后来到小亭子上，蹲坐在小亭子边上，翘起尾巴对着姨姨开始方便。画面太美，姨姨怕观看的姨姨们承受不来，便给镜头拉远了。爱宝方便完离开此地，此时的瑞宝顿感无语，妈妈是拿自己这个地方当厕所了吗？上完就走。江爷爷这时给爱宝送了一捧新竹子过来，而爱宝这边又宠幸上了辉宝。爱宝抱着怀里的辉宝，一滴溜给其扔到小滑梯上。爱宝表示生孩子就是用来玩的。爱宝枕在辉宝的小屁股上，感觉还很温馨。而辉宝表示，你说温馨的时候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爱宝看辉宝这般难受，便放开辉宝，让辉宝自己去玩了。此时5分钟时间到了，工作人员开始引导姨姨去室外园区，连爱宝都听见了。爱宝还回头查看。姨姨跟着工作人员的指引来到了室外园区。此时福宝正在室外园区遛弯。福宝这现在也过上了退休后老大爷般的生活，
而此时真的大爷正在隔壁努力营业，养家糊口这一块儿还得是乐宝呀。刚夸完，乐宝就乐颠颠的跑回了家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下班喽！”连头都不带回的。辉宝总是这般人小鬼大的，人不大脾气不小。因为兽医给自己打了针，辉宝就记仇了。等兽医再次进来时，辉宝一个突然袭击就咬住了兽医。辉宝被拉开后，还一脸不爽的对着兽医的腿补了一巴掌。辉宝示意兽医以后上班路上小心点。这时一旁却传来了嘲笑声，原来是辉宝咬错人了。辉宝的脾气并不只是表现在对陌生人，对爷爷和圣希阿姨也经常有小情绪，妥妥小气鬼。这天圣希阿姨在给辉宝后背按摩，谁知只是圣希阿姨多摸了辉宝的头一下，辉宝立马变身超雄状态抵抗圣希阿姨，但是力气的差距让圣希阿姨一下就按住了辉宝，只不过是按在了脸上，辉宝的脸部太松弛了，一下被按成了松狮的模样。不过这个样子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？跟他福宝姐姐当年简直不分伯仲。而辉宝这里当场就生气了，扭过脑袋来就想咬姨母。圣希姨母见状也只能赶紧松开，姨母松开辉宝，辉宝立刻跟姨母说拜拜。这时圣希姨母伸出用苹果和解的手，辉宝看到后呵呵一笑，转身离开。辉宝表示姨母真是小看我了，姨母拿我辉宝当什么了？我是不会掉进苹果眼里的。辉宝越走越远，跟姨母保持着距离。作为成年宝的圣希阿姨率先和辉宝道歉，用小苹果跟辉宝和解。但辉宝的小脾气可不是一哄就能好的。辉宝虽然吃了姨母的小苹果，但心里仍有小情绪。辉宝不想让姨母碰，又跟姨母保持上了距离。圣希姨母转头就给当姐姐的瑞宝告起了状。之后，圣希阿姨又拿来了自己精心挑选的竹子进行二次和解，但在辉宝这里还是不行，妥妥傲骨灰。之后，圣希阿姨又拿来了胡萝卜，但辉宝这里刚见好，圣希阿姨又捏了辉宝，这一下又惹到辉宝了。圣希阿姨今天在辉宝这里算是彻底得不到谅解了。送头又收不回去熊了，今天是3只。辉宝在树下惬意地吃着竹子，瑞宝在树上已经开始打呼噜了。通道门打开，姐妹俩就当看不见了。早上出门，瑞宝、辉宝今天都没有依恋室内园区，姐妹俩开开心心来到室外园区，一起爬上小树。瑞宝抱着辉宝，将辉宝揉在怀里，上演着姐妹俩情深似海的画面。瑞宝表示自己简直不要太爱自己这个妹妹，怎么都稀罕不够。姐妹俩合理划分着小亮台的位置，一起趴在小亮台上晒着太阳，这画面感尽显岁月静好。姐妹俩在树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。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以为瑞宝、辉宝会回室内呢，没想到瑞宝、辉宝这时并没有回去。辉宝这里四仰八叉的躺在通道门口里，为了不让爷爷给门关上，辉宝故意留一条腿在外面，给老宋头拿捏的死死的。今天不仅瑞宝、辉宝没回去，就连爱宝也没回去。今天爷爷们给室外的竹子放的有点多，爱宝迟迟没有吃完。爱宝向来只有将竹子全部吃完时才会去想别的事情。瑞宝在树上，辉宝守在通道门口，爱宝在吃着竹子。老宋头站在门口苦苦呼喊着，一直喊到爱宝吃完竹子。爱宝路过辉宝这里，爱宝的感召能力莫名的就给辉宝带走了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时，发现了刚才辉宝在门口留的标记，还停下来仔细闻了一下。而瑞宝这里对于回家看来又成了问题，因为瑞宝这时又睡着了。